5天后，独角虫虫咬。只见训练场地，独角虫猛地扑向一只发育良好的杰尼龟，嘴巴狠狠地咬在杰尼龟的尾巴上。杰尼龟吃痛，顿时眼泪都要流下来了。停！随着一名训练家喊停，独角虫连忙松开嘴巴，小跑到夏燕的身边。今天就到这里吧。你的独角虫很出色，是我见过最出色的独角虫了。感谢你的陪练。那训练家收起杰尼龟，对夏燕说道：“谢谢。”夏燕点了点头，蹲下身，让独角虫可以爬到他的肩上。没想到希尔弗精灵对战俱乐部里的独角虫都这么强，不愧是金皇室最大的俱乐部了。那训练家感慨着离开了训练室。这是夏燕今天的客户，是陪练的目标。中二少年剑二毕竟还是要上学的，白天都在学校，所以偶尔也会有别的俱乐部会员点他作为陪练。但大多数人点他的原因，都是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独角虫属于很弱的精灵。直到和夏燕的独角虫进行了对战，才慢慢改变了这样的观点。独角虫昂着小脑袋，夏燕笑着弹了下他的脑袋。别太骄傲，之所以说你最出色，只是因为他没有见过太多别的独角虫，你和真正的最强还有不少的差距。板木的大针锋给他的印象太深太深了。独角虫已经适应了，每次在他自得的时候，夏燕都会出言提醒他不要太骄傲。同样的，每次在他失落和自责的时候，也会安慰他。作为陪练，夏燕和独角虫面对过的精灵以及训练家并不少，也不是每一个独角虫都能从容应对。输与失败并非没有发生过。每次输了的时候，夏燕也不会去责怪独角虫，而是每天晚上休息之前和独角虫一起总结失败的原因以及它的不足之处，争取可以在下一次的对战中避免这种问题。不过大多数点独角虫作为陪练的训练家实力都不会很强，所以夏燕和独角虫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输少赢多。你刚才的虫咬接的还是有一点生硬，虫咬的威力也没有达到你现在最强的程度，这是不足之处，还需要继续强化。夏燕回忆着刚才的对战，点评道。独角虫点着头，一脸渴望地看着他。你呀，明白了他的意思，夏燕笑骂了一声，从口袋中拿出了枚晶莹剔透的能量方块，递到独角虫的面前。独角虫欢快地叫了声，尾巴卷过能量方块就吃了起来，还时不时地哼着不知道从哪听来的小曲儿，显得很自得。吃吧，吃完了如果没有客户的话，我们继续训练。夏燕一边说，一边走到墙角，捧起了厚厚的虫系精灵技能开发与对战技能衔接书看了起来。在他的印象中，独角虫所学会的技能并不多，除了吐丝、毒针、虫咬外，应该还剩下一个最难的电网。这个招式如何训练独角虫，直至让他学会，困扰了夏燕不少的时间。目前独角虫只能做到将吐出的丝线编织成一张网，却怎么也摸不到电系的属性能量。让一只虫系和毒系的精灵去开发一个电系的招式，的确是有点为难他了。慢慢来。夏燕心中默默地说了一句，现在的重点还是要放在现有技能掌握上。目前独角虫的吐丝与毒针差不多已经到了精通的程度，而虫咬只能算是熟练。通过看书，夏燕了解到精灵基于招式的熟练度以及战斗时的技能衔接，对招式掌握划分了几个阶段：习得、熟练、精通、掌握、大师。一只精灵的精力是有限的，可以学会和领悟的招式又特别多，不可能每一个招式都训练到大师的程度。所以从众多招式中挑选个别最契合精灵特质以及精灵战斗方式的那几个，是训练家所需要承担的责任。而一个招式只要达到精通程度，差不多就能在实战中很好的释放出来了。所幸独角虫并没有招式过多这个烦恼，
他所能学会的招式本就不多，当然需要每一个都将之训练并且掌握。除此之外，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以及对战，夏燕确定了独角虫的特性是逃跑，而不是常见的磷粉，属于隐藏特性。特性是每一个精灵所拥有的特殊能力，类似很多游戏中的被动技能。而逃跑这个特性，如果是在 PM 游戏中，能发挥的作用很有限，仅仅只是在遭遇野生精灵时100%能够逃走。但在这里，逃跑这个特性让独角虫的速度有了不小的提升，也算是比较不错的特性了，尽管这个速度只是跟自己对比。夜晚降临，夏燕和独角虫送走了中二少年剑二以及他的妙蛙种子。临走前，剑二还不断强调让他在后天腾出时间一起去繁木森林中冒险。经过了5天时间的训练和对战磨合后，夏燕与独角虫的默契与实力又有了不小的进步。对于已经在联盟掌控中的繁木森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压力，所以夏燕满口答应。而就在他准备带着独角虫最后一轮训练，然后回去睡觉的时候，负责接待同时负责陪练任务安排的幸奈找到了他。这几天夏燕和幸奈接触不少，关系也算是比较熟热了。都这么晚了还在训练，你可真是个疯子。幸奈走进训练室，看到挥汗如雨的夏燕以及独角虫，眼中的佩服之色越发浓郁。他见过实力强大的训练家不少，但像夏燕和独角虫这么努力的真不多。夏燕停下动作，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有事吗？喏，这是你今天的酬劳。幸奈递过来一叠纸币。因为有剑二的关照以及白天偶尔的陪练任务，夏燕这几天每天的收入差不多都在400到500联盟币左右。5天时间又攒了2000多的联盟币，算是勉强可以为独角虫续上能量方块了，但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太够的。谢谢。手在衣服上擦了擦，接过钱小心地收了起来。还有一件事比较重要，是主管交代的，可能是你的一个机会哦。幸奈又说道。哦？夏燕愣了下，只听幸奈解释道，前2天俱乐部接到了金皇市艾尔斯精灵学校的任务，希望我们俱乐部可以派几个人明天去清扫金皇市外的繁木森林，因为难度不高，所以主管决定让初级陪练去做。夏燕的表情变得有些奇怪。繁木森林？幸奈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表情变化，继续说，主管的意思是你们各自负责一片区域，清扫其中可能存在危险和攻击性的精灵，你们会携带一个特殊的拍摄装置，俱乐部会统计你们所击败和驱赶的精灵。可能是觉得自己没有讲到最重要的一点，他又开口，这次任务很可能关系到你们初级陪练的职称晋升，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就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哦。这是职称晋升的方法，替希尔弗精灵对战俱乐部做一些任务。繁木森林属于联盟管辖范围内的森林，其中的精灵并不强，所以你不用担心。知道了。夏燕点点头，貌似一个繁木森林可以让他赚取双份的钱。还有这个是繁木森林的地图以及你负责的区域。说着，幸奈递来一份文件。谢谢。夏燕接过文件。对了，里面还有一份对你以及你的独角虫做出的评估，你可以看看，说不定对你有所帮助哦。今天就早点休息吧，明天早上任务开始。说完，他就转身离开了。训练家夏燕，精灵独角虫，身体中等，速度上等，招式上等，反应中等，默契上等，综合评定上等，实力评估合格。评价：相较于野生独角虫，算是较为出色的存在，对招式的释放时机很巧妙，招式熟练度也较为可观，是独角虫中鲜有战力的个体之一。注：从朴实的中等评价一跃至上等评价，仅仅用了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训练家夏燕与独角虫的契合度非常高。
看着俱乐部根据他每天的实战以及训练情况，通过电脑分析给出的对独角虫的评价报表。所谓的下等、中等、上等乃至特等和顶级，都是基于希尔福公司海量数据库中所有独角虫数据平均值做出的评价。也就是说，现在夏燕的独角虫已经达到了精灵世界大部分独角虫中比较优秀的存在。至于说实力评估，则是基于所有精灵给出的结果。这段时间，夏燕通过阅读相关知识，大致了解到了联盟根据精灵的各项素质对精灵实力的划分。精灵依据实力可分为初级精灵、合格精灵、卓越精灵、资深精灵以及精英精灵等等阶级。初级精灵一般是指刚刚诞生不久的精灵，没有经过训练以及战斗的磨练，实力在训练家们的眼中较为普通，甚至可以说是较弱层次。合格精灵则是指那些作为训练家的精灵已经算得上合格的精灵，野生精灵普通情况下正常成长到成年所能达到的层次。在之后的卓越、资深和精英也都是对精灵战力评估的层次划分。现在夏燕的独角虫已经是一只合格的精灵，可以在训练家的指挥下发挥出成年精灵或更强阶段精灵所表现出的实力。独角虫经过短短半个月不到的时间，能够达到合格层次，是对夏燕能力的肯定，也是对独角虫努力的肯定。放下报表，看到独角虫在桌上来回打转，咬自己的尾巴玩，却怎么也咬不到。独角虫，你现在已经是一只合格的训练家所培育出来的精灵了。夏燕将这个结果告诉他。希尔福精灵对战俱乐部的这个精灵报表作用还是很好的，至少可以让精灵和训练家看到精灵的进步，不至于盲目的训练却看不到结果。那些评级的每一个阶段的提升都会有一种成就感。独角虫抬起头，眨巴着小眼睛，里面满是惊喜。明天可能会是你第一次野外对战，做好准备了吗？夏燕摸着独角虫坚硬的甲壳，感受着传递到手心的光滑以及生硬，这都是这段时间努力训练的成果。当然，能量方块以及摸摸牛奶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独角虫重重地点着头，抬起头的同时竖起尾巴，似乎是在展示肌肉。这段时间，夏燕每一次恰到好处的提点，独角虫的性格差不多已经养成，面对任何对手都会带着绝对的自信，并不会因为自己是独角虫而感到自卑和不足，但也不会盲目的过度自信，可以认识也能接受别的精灵比自己强。落败时会失落，但不会气馁，会想办法努力提升自己，同时正视自己的不足。夏燕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装着乳白色晶莹液体的玻璃瓶。今天早点休息，喝完这瓶摸摸牛奶后好好睡觉。明天的繁木森林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危险，但还是要端正态度。说着打开盖子，顿时飘香的奶味溢散出来。独角虫眯着眼睛，小鼻子抽动着，嗅着摸摸牛奶的香味，一脸的陶醉。吃吧。夏燕拿了一个碗，将摸摸牛奶一滴不剩的全都倒入碗中。独角虫欢叫了声，柔软的粉色足肢迅速爬动，来到碗旁，整个身子都趴了上去。当他低下头准备大口喝的时候，却忽然停止了，偏过头看向夏燕，好似在说：“你不吃吗？”夏燕明白他的意思，笑着摇摇头：“你喝吧，这本来就是给你买的，可以让你更好的成长。”但这次独角虫的态度却非常坚定，摆着头从碗旁退了下来，小眼睛直直地望着夏燕，意思很明显，如果夏燕不喝的话，那他也不会喝，哪怕摸摸牛奶对他的诱惑再大，他也眼睛不偏一丝地盯着夏燕，从未有过的坚定态度。看到他的表情，夏燕愣了下，心底深处涌现出一股暖意。独角虫，你也长大了呀。
拗不过独角虫，在他的注视下，夏燕将哞哞牛奶倒了一部分在新拿出的碗里。可独角虫还是态度坚定地摇着头，看到2个碗里明显量不同的牛奶，还是不肯吃。好。夏燕笑着妥协，将牛奶对半分倒入2个碗里，不差一丝一毫。看到这一幕，独角虫才心满意足地点点头，立刻迫不及待地趴在了碗沿，吨地喝了起来。望着扶着身子满足地趴在碗上的独角虫，夏燕神色复杂。他本以为来到这个世界后，他就注定是一个人，也做好了一个人努力的准备。但在刚才，他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被轻轻触动了一下，源自这个看似普通的分牛奶上。古有孔融让梨，今有独角虫让奶，忍不住轻笑了一声。他端起碗，几口将里面的牛奶喝了下去，味道很鲜美，没有多少腥味儿，并且喝下后就能清楚地感受到胃里暖暖的。产自大奶罐的哞哞牛奶之所以价格比普通牛奶高出那么多，不是没有原因的。将碗放下的时候，独角虫也已经将他的那份喝完了，心满意足地伸了个懒腰。当他抬头看向夏燕的时候，却突然欢笑出声，尾巴拍打着桌面，一副被某些东西搞笑到了的模样。怎么？夏燕看到他这副样子，顿有所觉，轻轻在嘴上擦了擦，是一层薄薄的奶渍，也被叫做牛奶胡须。看到手上的奶渍，他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别笑了，你还是看看你自己吧。说着，拿来一面镜子放在独角虫的面前。只见镜子里的独角虫脸上也有着一圈奶渍，相较于夏燕的模样更加奇怪和搞笑。看到自己的模样，独角虫的笑声戛然而止，他愣住了，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身体蜷曲，就想用尾巴擦拭。可是情急之下，一下子却怎么也无法将之拭去，最后还是靠夏燕的帮助，才终于把脸给擦干净。独角虫长长松了口气，如释重负一般，旋即一人一精灵对视一眼，同时笑了起来。或许这也是彼此之间的默契之一吧。床上，独角虫平稳的呼吸声在耳边起伏着，夏燕却没有就这样入睡，眼睛睁开着。如果没记错的话，希尔佛公司的背后应该是火箭队吧。